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你看，我们今天场景的布置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邀请到这位大来宾，热烈欢迎行政院长周荣泰。是时琪姐，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怎么好意思？院长叫我时琪姐，这通称，现在的通称都是这样子啊。谢谢。讲一件悲伤的事情，这是劳动部最近发生的这些争议。那现在这个案子也很快的找到了新的部长来这个担任嘛，可是这个事情的闹大的程度有没有一点出乎你的意外？这样说，在拿到冠军之后，当然大家都很兴奋了。可是顿时我的感觉是说，我们如何让整个国家更好？对，其实我应该是深层的检讨这个工作。而在拿到冠军之后，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政府的作为啊，这个是我要深深检讨。那这件事情是这样，他在11月4号，我们看到媒体说有一位公务同仁轻生了，那一开始就当做一个轻生的一个案件在处理。那劳动部在11月8号，他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在调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那几天其实讨论的并不很多，但内部有在调查，一直到11月11号左右吧，建筑媒体有人提出了，所以才原来这是一个背后有这样的故事。那个时候劳动部已经调查了几天了，我特别跟劳动部讲说，要尽快的把调查的结果公诸于社会。好，那么如果应该做任何的处分，也要明快紧速的处分。我记得那天好像11月12号应该是礼拜2吧，好像礼拜2或礼拜3。那到了隔一周的礼拜2，他来提出那个报告。那个报告的内容，如果事先能够谨慎看一点，或者外部调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多谨慎的去了解一下，各种的内容调查出来，就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周延完整的内容。那题中用了几个文字，对，相当的让大家不能接受，所以就回头过来看劳动部为什么有这样的调查报告。那何佩珊部长他是说他是尊重外部委员，但是我认为外部委员我们当然尊重了，但是最后你行政机关的责任要完全一肩负起，所以他在礼拜4的下午，就到行政院来跟我提出口头的辞呈。其实当时我也是跟他说，你已经把这个处分的事情处理完了，我们就来看看你的责任怎么样。不过我跟他当时心里都知道，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是当时也是现在台湾社会所需要的，也是一个政务官跟政府应该有的态度。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是到隔天早上，我让他那天晚上再处理一些处分上、惩罚上面的问题，隔天早上，那么我才对外正式的宣布。那在他礼拜3，就是提出辞呈前一天，礼拜3在立法院备询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到说，希望就是对这个分署长记2个大过，那个予以免职等等。其实他是一个当场委员在问他的时候，他讲出了一个首长的态度。当初如果没有讲出那个态度的话，我想委员也很难接受，社会也很难接受。对，所以他讲出那个态度，他那个态度之后，还是要回到劳动部的考纪会里面去做程序上的完整。所以这个是有完整的。那么在当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我也对外说明了我的态度。我也是说，何部长已经稍早之前就这个调查报告他调整了之后，讲出了他的态度。所以做出了那几点啊，包括对这个分署长2个大过，那么免职。那么对我们劳发署的蔡署长也记1个大过，调离现职。那另外还有主任秘书等等，也都有相关的处分。我想这个是在接续整个过程。那总之，这是部长的态度，跟行政院了解部长的态度。回去以后，他还要回到考纪会做处理，这个程序上是如此的。所以这整个过程到现在为止，我们觉得很痛心的，就是一个同仁的不幸上身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件事引发的其他更多的讨论，是不是在其他的政府部机关里面还有这样的类似情形？我们也全面的收集。所以我们那天说要求所有部会，我们也希望地方也做到，如果有这样的类似被讨论过的、被检举的、被申诉的，全部集中起来，做一次的处理。调查有没有尽快调查。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个各机关职场
霸凌防治的作业办法，那里面办法的规定是不是适合，强度够不够？因为那是各个机关不同的，一定要做到一个更能够保护同仁，而且更能够缩短调查时效，而且出来的这个办法也能够更有效的去执行。院长，现在很多人都有疑问，就是说，因为其实对于公务员的这个保障，他可以提各种的申诉，那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案子谢宜容的这个案子当中，劳动部的调查报告会不会反而变成了谢宜容的保护伞？因为看起来他的律师列出12大点，然后对于这个调查报告里面的目的良善这4个字，其实他们做了一个防火墙的切割。那所以接下来谢宜容会不会仍然循这个公务员自我的救济办法，到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公务体系，他还是走不了？我们没有办法杜绝这样子恶行的人离开我们的这个公务员的场域吗？每个国民也包括公务员呢，他都有他法律上、行政上该有的权利，这个我们都尊重，而且也应该保护他这个权利了。但是在公务机关里面，我们有行政上的处分跟调查。现在我也要求请这个新任的洪胜汉部长要能够重启一个调查。所以之前那个就作废了。当然那个是一个基础，那个调查是不是完备完整？外部调查的委员所询问的各项内容，以及调查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一些状况，要不再融合一次？因为社会显然无法接受第一次调查的那个报告。对，那我们应该面对现实，面对问题。我也请洪部长未来尽快的再进行一个在前面一个基础更完整的调查报告。对，我会看到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又爆发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好，那这个原来不在原来调查报告里面的内容，现在要给社会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跟交代跟事实。我们重启这个调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全案移送检调机关了。除了行政调查之外，它还有司法部门检调机关的调查，那个是更深入的。对，好，那个是更有一个检调权力的调查，那个会呈现另外一个事实。那结果会如何？当然，我们现在是看调查的报告，但我觉得社会对这样一个行为的无法容忍。对，政府应该站在同样的心理来考虑到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不要说对社会啦，对所有在公务机关里面同仁未来的工作情绪影响之大。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非常有效的这种在行政处分上面的一个要求跟说明。这个案子的确让大家觉得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这个案子影响的大的层面包括了总统道歉2次，院长也道歉，然后并且折损了一位劳动部长哦。所以这件事情，院长你会不会担心说，他其实蛮严重的伤害了政府的威信？没有错，到目前为止，重建信任很难。但是我觉得我不愿意用伤害2个字，是我们自己公务机关造成这样的事实。我只能说，现在我们如何把它导正回来。好，因为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对公务人员、对政务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种高，我不觉得就是我们做错了，让人民指责我们叫做伤害。我觉得这不是伤害，这我们该自己深刻的了解。所以现在最大的要求，我就要求未来的洪部长赶快稳定劳动部内部同仁的工作情绪，再来建立一个更合理友善的职场环境，这是全国性的哦。第3个，中央地方都必须对，建立一个友善的职场环境。第3个，我就是说，现在国家发展的需要上面，产业、人民跟劳工朋友的需要在哪里，建立到更健全的劳工政策。这是那天我们在跟他谈过之后，我希望他能够尽速的向外界做到这3件事情，这样才能表示我们是在检讨，而且例行这个检讨的结果。你花了多久时间想到洪胜汉这个人选？是这样，礼拜4下午，何佩珊部长来跟我谈，他要离开。当天晚上，其实我们有在想说，什么时候他会把整个调查的结果都完整了？因为总是要让它完整的，他还有一些人事上的处理包括这个蔡署长离开，还要有一个新的代理等等，这个都要他手上。可是当天晚上又跟他谈过一次，他认为说应该处理的差不多了。好，我说那我明天早上就对外宣布。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来稳定劳动部的工作？所以我在想说，
要找一个马上能够上手，马上能够在立法院做政策说明，马上一个对劳工政策朋友也能够有起码认识信任的人，那最快的速度能够找到是哪一位？后来我想到洪申翰委员在过去这几年，他担任立委也5年的时间了，5年的时间了。他的专长在环保，可是，在环保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劳工朋友跟他是相同站在同一个阵线上讨论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件事情也之前他也受到一些劳工朋友的一些反应跟申诉，他也有接触，显现他在这个管道上他是有他在这些劳工朋友上面的接触跟信任的，而且过去我跟他的相处的经验，他在很多公共议题上面跟公民团体的接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他也有能力、耐心去处理很多的问题。对，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所以礼拜5早上来宣布何部长辞职的消息之后，我是在礼拜5的下午就很火速，就约见了他。其实约见他第一件的事情，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那有点 shock 了。他就说：“他在这个立法院的任期还有哈。”那我们谈了很多哈，谈了很多，我也谈到说未来一些劳工政策上面他的想法怎么样，他也侃侃而谈的。谈到最后我就说，那你应该有这个准备能力，也可以来担任这个工作。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因为在这个时机点上愿意来做承担的人，的确是要勇气过人啦。可是你看，在野阵营就开始狂骂洪申翰，就是说，你既然早收到了这些陈情，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说你毫无作为。你对于这样子的批评，还有说这个在野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赖总统的好朋友啦，哈，赖友友啦，用人就是小圈圈。因为有一些用人的这个我们不论个案啊，但是整体而言，蓝白主打的攻击点就是全部都是小圈圈啦，都是你的好朋友啦。你会不会接受这样子的批评？2件事情，我跟他谈的过程，他有提到这一点。一个委员事实上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单独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个时候有行政机关也有调查，当初他反映之后了，他有提到这一点。我说这个更印证了说，你将来你更有经验，遇到这个案子类似以后发生的时候，你更有经验，你该如何尽速的有效处理，你更有能力，更有知道去处理，这是第一件。再来就是。你看，我们从520到现在用了很多的部会首长，对，等于我们把很多社会当时认为不可能或可能的人都纳进来了很多，对，好，按现在来看，就是说发生了一个比较急迫性的问题，我们要赶快有人去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当然是过去工作上比较有默契跟合作经验的人。我想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大概能不能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现在找一个完全的新手来处理目前这么棘手的问题，对双方也都不好。也对，所以我找一个已经有国会经验的、有劳工朋友经验的、也有跟公民团体接触经验的，对公共议题也能够从理想跟务实2个层面来讨论、研究之后，发展出一个他跟国家未来比较快速可以执行的。我想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找一个目前觉得最有把握的人来做处理。我是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这个角度，让洪申翰部长能够试试看他大展身手，好，用他这样的经验来替劳动朋友，也替国家的政策来做一些工作。真的很希望大家用这样的心情来看他。所以就是站在一个长期合作，然后并且有默契，其实也不算是新手啦，就是他都熟悉的话，其实更快速的可以。这个马上知道抓到重点，就是这个人选是你判断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每个月都会有各种媒体做民调，你的民调都还不错，就是差不多在维持近半这样子的成绩单。你会不会担心这些争议事件，然后导致说民调下滑？我相信一定会，那我们也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就是。不要说民调对我们的考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这个样子啊，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状况啊。所以我认为一定会有一些民调上的数字，但是就像我们现在请了洪申翰新的部长来，我们需要给他一段时间，把这个
不好的状况调整回来。对，那我也希望，而且我也会要求，那个团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家把事情弄好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审过之后，我们有整套新的整个未来施政的方向。比方我们一直讲说，把台湾均衡台湾从北到南分作6个区块，6大治理，这个一定要全部的展开啊。那我们要明年做系统性的治水，系统性一定要在上半年完成啊。我们做很多科技发展的经费，我们科技经费也编了很多。那牵扯到现在的国际情势，我们应该更有机会、更有能力做国际的合作，好，或是做有利于我国的国际采购，这个我们都全面的展开。对农民朋友也是一样，大家还记得公粮收购这个政策，也是当初立法院在审预算当中问题。我也希望说，我们那个农业部的陈部长，尽快提出一个公粮收购的政策，让农民更直接感受到，把现在所有的政策执行比较没有那么顺畅，或是力道没有那么强的，做一个调整，弄一些比较具体的，在12月以前赶快推出来。我想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正确的方向。如果这样做出来之后，我不是期待说民调会做多好的改变，但至少让人民感受到说，政府在稍微碰到一个挫折之后，真的迅速在调整步伐，调整部队，继续往前走。